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飞玩玩具出品的这一套封魔榜的3人大套装。好久没有录冰人的视频了。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频道里边很多观众的粘性大部分是喜欢看变形金刚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最近还是迷上了收藏冰人这些东西。这一套的3人大套装现在的市面价格可能是个1400、1500左右吧，反正预定的时候会比这个价格便宜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相当的实惠了，你差不多也就是买一个1:6人偶的一个正常的价格，而这个1:12的人偶呢，这个大盒里边有3个。盒子背面这里主要的3个角色，猴三儿、燕小霞、浪人奴良，这3个角色呢，可能原型这燕赤霞吧，这孙悟空，这个是谁呀？不太好说啊，他的原型我估计是什么宫本武藏之类的。我记得我又回来了。食品方面，3个人的说明书其实可以看到啊，每一个人这一地的配件有很多的东西，下边是安插的方法。但如果这个3人套装的话，会比这个说明书上边画的还要多，额外还会带一本漫画书。哇，这直接给你，也不给你讲什么人物背景了，直接一本书给你放进来，你自己看吧。画风还是非常中式的，类似于那毛笔画出来那种水墨风啊，但是气势是真的，这个画风相当不错啊，尤其这个大猴子嚎叫的这一边。这次的玩具里边也会带这个头雕，太帅了。这个应该是狮驼岭大王吧？这谁？狐狸大仙。而这个地方独行正明，他的微博号，这个应该是原画师了啊，这个画风相当可以，回头我去关注一下。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应该是燕赤霞为原型，但是这张脸莫名看着眼熟，总觉得会像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哎，最近听说有一个同人本子神雕侠侣，什么开大车的那个杨过，好像挺火的，是吧？尤其这个配件的小葫芦带的很有趣啊，酒葫芦上边的塞子还可以真正的拔出来，平时装酒，关键的时刻还可以用来封魔。这里边会带贴纸，上面都是这些符咒啊、封印条子，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葫芦上边。那猴三儿，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滋溜吸进去，相当带感的一个葫芦，造型也很好看啊。这边还有一个龙纹的刻画。头雕的部分可以说相当出彩了，最关键的是这可是个1:12的人偶，竟然能做出来像是1:6一样的细节和韵味，非常的不错。我们之前也玩过不少1:12的人偶，这么小的一个头雕真的很难做的。最可怕的是，你想象一下，这玩意儿是个量产的东西。然后头发的部分也是有一些玄机的，我们可以把这根刘海拔掉，哎，换一根白毛上去，哇，很帅，就更有杨过那味儿了。后边的这根马尾辫也可以揪下来，主要是为了方便戴它的这个草帽。当然戴草帽的时候刘海也拔掉了。这是一个大胶的材质，但是涂装真实的做出来了那种质感。它会带一条披风，披风里边也是有内置铁丝的，可以去进行塑形。衣物方面的处理吧，我觉得这一款燕小霞的衣物算是最简单的了。绑袖有涂装，布置的衣物料子里边也是有铁丝的，也可以塑形。脚底蹬着一双草鞋，这个草鞋的涂装也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一款的塑体它是那种很厚重的，拿起来非常有分量，是那种实心大胶塑体，关节的曲臂幅度完全不会影响到，身上的可动环节都很好，因为裤子也很肥大嘛。屈腿双关节塑体很结实啊，关节的松紧度也非常的靠谱，毕竟是个道士嘛，捉妖的时候带一个八卦镜很正常。套在脖子上，揣在胸前，确实有燕赤霞那个味儿。一个小玉佩，绑腰的部分是松紧带，可以直接把它嵌在里边，当然也可以把这酒葫芦拴在另一侧。3张天师符，
塑料的材质，当然还有他们的特效版。每个角色都会带5-6对这样的替换手型，配合符纸的燃烧，也有这个2指夹在一起的效果。套在手指上也可以把它发射出去。飞行道具，远距离攻击。武器方面，一柄宝剑，这个剑柄上面的木纹刻画的也相当的精细，剑柄这里的涂装以及细节刻画。合金的剑身中间还有血槽的刻画，刃口这个地方也有稍微开出来一点的感觉啊，相当的精致。然后还有2个带特效键的，火之高兴燃烧起来，还有一个在往下劈砍的时候带着风劈下来的感觉。这么多的替换手型，变身后的头雕，火焰的效果做得很漂亮，头发燃烧起来，眼睛里边冒出火光。所以单就目前看，这一款燕小霞的人偶身上的配件已经这么多了，搭配起来的效果也真的是一个降妖除魔的道士，该有的所有装备都非常丰富。按变身以后的效果就更加不一般了，身上所有的这些透明件，这些特效，其实用紫光灯照一下的话，都会出现那种荧光的效果，只是我这个镜头可能有点展示不出来。用肉眼看，这些特效件都会发出来那种幽幽的光，很神秘的味道。哇，总的来说吧，这款燕小霞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炎帝下凡，烧尽一切罪恶。然后来看奴良，奴良给人的感觉慈眉善目的，这个眼神，这张脸说不出来像谁，像某个男演员啊。赵立新像不像？眉毛眼睛刻画的都很有神，脖子这里会带一个勾玉，通透感很好。武士的服装，剑道裤这里的褶还有脏旧的感觉，这里破破烂烂的。日式草履，鞋底这个地方草履编织出来的麻绳一根一根的刻画，哇，很精致啊！1比12的人偶，这衣服真的特别难做，能做好的真的是让人很惊叹。这么小的尺寸上边，竟然也能做出来让人如此叹为观止的衣物处理，还是让人感觉像浪客剑心。奴良带的酒就是这样的一小壶了，白瓷小壶，然后还有3粒饭团子，大米刻画出来的颗粒感也有。这个海苔不光光是涂装上去的，其实从侧面看，感觉到它能刻画出来海苔的那个厚度。还有一个很精致的小烟袋，铜嘴铜勺的旧化效果，涂装也很到位，可见它有多细。下方的穗儿绑的也挺规矩的，也有这么大一堆替换手型。以前我见过家里边的老人抽这种烟杆，你就得这么端，拿一个手指头这样顶着，这个很有范儿。发型方面，后边绑的武士头炸开的这个样子啊，很自然的线条，一丝一丝的头发都有刻画的很细致的感觉。当然这个也可以揪掉的，还可以换成这种单丸子圆球球。还有戴一个鬼面面具，眼睛这里掏着洞，嘴巴这里也露了出来。在日本古代的时候，那些武士们都会戴这种恐怖面具啊，包括他们在穿盔甲的时候也会戴，可能也是为了震慑敌人，保护面部吧。斗笠和蓑衣，这个也是硬胶的，整体的造型涂装刻画都相当的细。当然戴帽子的时候就把这个丸子头摘掉。你像戴这种斗笠，尤其前面破个边儿，你必须得把前帽檐压得低一点，遮住自己的面部，然后从破洞的这个地方偷偷的去窥探敌人的行动，这种感觉就很黑泽明式的剑戟片味道。武器方面，一把带刀鞘的武士刀，依旧刀鞘上边的横木纹处理，效果不错。绑手的地方刻画涂装也一丝不苟，弯弯的刀刃，合金的剑身，武士刀独有的这种弯曲感，以及在上边的这种波浪纹，小巧玲珑，不失精致。额外还会有一把没有刀鞘的大太刀，依旧合金的刀身，那自然嘛，这把大太刀双手持就比刚才那个要长出好多了。第3把刀，大太刀的特效键版，
上边的这个透明件的材质相当的柔韧，不会轻易的折断，而且同样这个蓝色的剑如果用紫光灯照射的话会发出荧光，一把特效的武士刀。如果刚才说燕小霞是火属性的，那奴良就是冰属性的呀，炸出来的冰刺让人想起来谁呢？东狮郎，原来你也是队长。还有一只冰爪，可以替换掉右手小臂的部分，冰锥扎出来的鳞片感，然后是变身后的鬼面头雕，大长头发，白白的透明剑，软胶的材质，这个让人想起来 Staphylos 啊，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不是？头上的两个鬼角也是不对称式的造型，一长一短，弯弯的，眼睛瞳孔这里刻画都很细致，嘴角这里露出来一颗獠牙，还是单边的，有一种歪嘴笑着这种感觉。血管也是里边流淌着像冰属性一样的吧，青筋暴露。哇，这张脸太邪性了，好帅！这个头，这个，我觉得比燕小霞那个更喜欢一些，而且头上的角是一种渐变的涂装，照射以后都会发出荧光，这个荧光发得很亮，包括剑身也是，哇，相当帅啊！这个 BOSS 的气场也很足，把这把冰轮丸拿上，还有一种先把自己的血液都汇聚下来，汇聚到这一条手臂上面，把这条手臂冰化之后，然后在自己的宝剑上边再附个魔，附个寒冷属性。出现吧，冰轮丸，翻开！哇，有一种什么感觉？如果这俩人再打一架，女娲还得补一次天。然后是这一次三人套里我个人最喜欢的这款角色了，猴三。可以说呀，在我读完原著小说《西游记》之后啊，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孙悟空的形象就是猴三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他完美诠释了我印象当中孙悟空应该有的那种放荡不羁、玩世不恭，而且他是妖王，并没有像电视剧里可能演绎出来的六小龄童版本，我觉得他能把美猴王演绎出来的那种美感，但是他并没有像小说原著里边的那种孙悟空的气质，或者说妖王，还有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他在西行路上的这一路受的这些委屈，他应该有的那种表现状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特别着迷的原因之一，甚至做出来了黑神话的那味儿，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齐天大圣。光这个小表情的刻画，头上这些猴毛的处理，耳朵也是尖尖的，这些小细节做的全部一丝不苟。毛脸雷公嘴儿，雷公嘴儿也是一个歪嘴笑的，而且嘴唇的褶皱纹理，眉毛部位的刻画，颅骨，眼神，这个猴子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眼神，大小眼儿，歪着侧脸的那种味道，尤其这个侧脸，把猴子的仿生形象，塌的鼻子，鼓的嘴，把齐天大圣的那一套装备给他换上的话，可以说这个形象就更加完美了。头上的金箍依旧在，棒这个东西跟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电视剧里边所谓的86版也好，后续的新版也好，它都是棍，通头都是一根圆圆的柱子，那个不对啊，金箍棒，金箍棒，所谓的金箍是什么？就是比棒子两头更粗一点的这个地方，它是中间细，两边粗，棒子的纹理上边还刻画着祥云和盘龙。哇，棒身的位置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木棒。为什么这一套让我惊艳呢？就是因为1:6的人偶能做成这个样子都可以说是精品了，更何况它是1:12的小尺寸。猴三的素体是更加特质的，胸口这里的猴毛，甚至手背小臂上的猴毛刻画，会戴一个小围巾，里边的衣物上面的泥泞
脏脏的感觉，麻绳子拴的虎皮裙，还有破了一个大洞的裤子，里边能映衬出来猴王腿部的肌肉线条，并没有穿鞋子，下边的指甲以及每一个关节，哇，太细了。胸口这里会挂着一串佛珠，里边是皮筋的材质，完美戳中了我心目中的那个点。这一套一开始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猴三儿，没别的。但是当我发现另外的2个也更加的精彩之后，没想到1:12人偶的上限让这个封魔榜系列又拔高了一层，太牛逼了，双手赞，太牛逼了！就冲这猴子，其他的配件我们还没有看的时候，光从这个猴子的一个主体来看，我就已经能把它列为今年最棒的人偶产品了。就算现在 GT 的克劳德在今年能出的话，它也只能排在这一套的后边，因为 GT 的克劳德做的再好，它是1:6的大尺寸，怎么做都好做，难就是难在这么小级别上面依旧能刻画出来让人如此感动的形象，神作。这是去年2022年的最佳人偶，我个人的一个评选啊，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最终幻想角色之一。但再怎么样，它是1:6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在制作难度以及工艺上边，一个1:12的人偶，只有它一半的大小，依旧能做得如此精彩。配件方面，猴子嘛，带个香蕉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个香蕉皮还是剥开的状态，也会有这么多的手型。同样配合香蕉的，还有拿香蕉的手。猴系面具，你说你戴这个有必要吗？你猴子脸戴个猴子面具，可能也是因为太像人形了吧。行走于江湖之间，戴一个这样的面具，碰到人类或者老百姓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遮掩一点，把面具撩起来，稍微就露着一只眼神的这个感觉也很酷。金箍棒除了一根直直的之外，还有一根弯曲的，额外还会有2个这样的挥动特效键插在金箍棒的头上，弯曲的这个角度会有那种一棒挥出以后棒子自然弯曲的那种柔韧感。接着是一根真正的如意金箍棒，通体的透明键，造型来说也是跟之前的那个感觉差不多的，只不过这回是注入能量的真金箍棒。像这样来一个镜头啊，唰，如意金箍棒，给这猴一个居高临下的眼神儿。此时我觉得都应该有 BGM 响起啊。更让人惊讶的还有如来神掌的特效键，手心里边还有一个万字，修成正果以后的斗战胜佛又重返人间降妖除魔。哇，你有没有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嗨，啪！变身后的这颗头雕，哇，这个刻画很疯狂的一只猴子，牙龈獠牙都露出来，发怒的表情，嘴里边舌头血盆大口，眼睛也是血贯瞳仁，杀疯了呀！也是随着他嘴部的张开幅度，这些褶皱会堆上去，很真实的一种纹理质感。毛发毛色都相当出色，妖魔化以后的巨型星星臂，看这毛发，大拳头，而且指节的纹理，指甲上边一条一条的纹路，多多少少还会有这种合膜线的感觉啊。这里会明显的看到，怎么突然想起来有一种魔神飞拳的味道。马金卡，再头，猴子变身的时候必须得有那种气场啊！仰天大吼，如来！哇，这种感觉，我靠！一只发了疯的巨猿冲过来，真的会感觉它做出来那种灵性的味道，太帅了！尤其这种张嘴的怒吼脸，很厉害。最关键的是这个素体的关节支撑稳定性，它这样竟然站得住。我脚底下现在一点什么蓝丁胶什么都没抹啊。这3个形象可以说设定的非常出彩，而且在玩具的实物展现出来的素质也是异常惊人的。
火神古天乐，杨过燕赤霞，所有的元素成就出来的这种感觉，让这款燕小霞，你身上有太多的东西，你不知道从何聊起，但是又在这款上面展现的十分的浓厚。奴良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啊，应该是把浪客剑心、萨菲洛斯还有东施郎这种各种元素也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感觉，同时长得还有点像赵立新。就算你明知道这些东西全部是缝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个角色，但每一个细节的处理让你觉得把这些东西全部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又显得是那么的有魅力。最让我喜欢的这一套里边的猴三儿，我没得说了，这个才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大圣，竟然在一款1:12的小比例人偶上面做出来这么精彩的一猴子，太牛逼了。曾经其实我在1:6的人偶圈里边很想挑一款孙悟空，但是现在来说出的这些形象，不管说美猴王也好，西游记的取经版也好，猴场以什么出的名？就是以做猴子出的名。猴场就出了多少版的孙悟空，还有其他的厂家，甚至说30还出过一个悟空传的孙悟空，彭于晏的那个形象，当时我差点就买了彭于晏那一版，是因为什么？30把头雕做崩了，做的不像彭于晏，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对于孙悟空是非常喜欢的，他是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而且这个超级英雄身上所蕴含的底蕴，是如今那些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些所谓的国外的超级英雄所不能比拟的。他身上蕴含了很多儒释道之间的道理，以及中华文化所蕴含的这些历史，再加上原作者对于孙悟空的一些描写吧。虽然现在《西游记》的百回本究竟是不是吴承恩，这个作者现在还有在争议啊，但是就按现在说法吧，是吴承恩写的。吴承恩先生笔下描绘出来的这种形象，我觉得不是说电影电视剧可以拍摄出来的那种效果。真的有些东西啊，你只有看书才能在你脑海中描绘出来你所认为的那个形象，而不是说用了好几亿做一个动画，然后各种拉投资还坑价。我没说三体啊。所以刚才在猴三单人介绍的时候我也说了，这是最符合我心目中孙悟空形象在我脑海中印象里边该有的这个样子，身上的这些元素都太棒了。而且造型来说，这一套总结的话，赞美之词真的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它。我就说一个点吧，1:12的人偶小比例做的比某些1:6厂家的人偶都要精彩，更何况的是它是一套量产货，也就是说盒子里边款款都这样，这是更厉害的一个点。不得不再佩服一下除了这个原画设计师以及这个人物的雕塑师之外的工厂代工大妈的手艺。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奴良的这一张变身以后的鬼脸，还有猴子的两枚头雕都依旧非常精彩。为什么对于燕小霞这个变身头雕总觉得怪怪的呢？就看到他不由自主会想起吴孟达版的奥特曼来。所以综上所述啊，这一套1000来块钱的价格，对于1:12人偶的价格来说，可能会比一般的那种高一点，但这么多的配件量，其实来说性价比还可以。而且想一想，真的也就是个1:6人偶一套的价格，你就可以收集3套人物。可能说我玩1:12人偶会少一些，我大部分都是1:6的，主要是没有什么题材会很吸引我，没有让我产生那种我想要它的欲望。但目前来说，1:12的人偶几个系列啊，9级社的主要是它衣物啊，还有一些人物设定很漂亮。闯江湖系列我现在是集齐的状态，当然后边那些还没时间拍啊。闯江湖给我的感觉是会玩梗，他们的形象其实没有做得多精细，但是他会以漫画的那种画风来描绘一个很有味道的几个角色，这一点是让我个人来说很喜欢的。而这次的封魔榜让我大为震撼，1:12人偶界的天花板，
都不需要吹它，就透过屏幕，你们光看现在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实物素质，可以说是完成我心目中夙愿的这款猴3。哇，光冲这个猴3这一套也值了。当然，我更希望猴3后边会有大闹天宫版本，是吧？齐天大圣版本，身上的金盔金甲，脚踩祥云。真的是希望飞玩玩具这一套卖得很好啊，将来以后能继续的推出封魔榜系列的其他角色。另外啊，小小的意见，是不是整些女妖精什么的让我们打一打？你降妖除魔的人这么多，没几个妖精，没几个反派，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对不对？当然他后续有那什么虎力大仙啦，还是狮驼岭大老王啦，我们想要妹子。反正我相信啊，就以非玩家的这个制作水准来说，再加上独行证明的这种非常国风的人设，那整几个女妖精、女神仙，起码会让我个人更加期待。那么得了，这一套封魔榜的人偶就是这样了，强烈推荐。